我这是穿成女人了。二少爷，别折腾了！你叫什么？哎呦，二少爷这是吓糊涂了。南疆女魔头点名要楚家嫡系入赘，大少爷是状元苗子，金贵得很，那不就只能委屈你这个私生子替兄献计了吗？替嫁？听说那南疆郡主身高8尺，生吃人肉，二少爷只能自求多福了。好家伙，别人穿越左拥右抱，我倒好，穿越过来替人当新娘。那女魔头嫌你晦气恶心，连面都不愿见，特意把你配给了南疆最穷、最丑、满脸烂疮的烧火丫头，绝配，绝配啊！少爷，我脸上有毒疮，怕恶心到您，您睡床，我打地铺就行。强酸灼出来的毒斑，不是天生的丑，都自身难保了，还为别人考虑，这丫头真傻。对不住，让您受委屈了。您睡床，我睡地上就行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本少爷火力热，就爱睡地上。大伯，不能拿，这是苗王赏给夫君的粮食，是我们俩唯一的口粮啊！初来乍到，现在不是发作的时候。哼，进了我楚家的门就是我的。这中原来的废柴，我看活不过3天。哼，好白米给他吃，纯属糟蹋，就当孝敬我这个当长辈的了。夫君，对不起，是我没用，是我拖累你了。不怪你，一袋米而已。夫君，米被大伯拿走了，我天没亮就去后山挖了点野菜，你将就着喝点，垫垫肚子，好不好？苦涩妈，这破草狗都不带闻的。夫君对不起，这野菜是难吃，后山倒是常有野猪出没，肉肯定香。可我一个女人家，追不上也打不过，只能挖这些草了。打不过，那是你不懂方法。明天带路，这野猪肉咱们吃定了。夫君，咱们真的要抓野猪吗？搞不好要死人的。放心，有我在，你不会死。这样就能抓到了？不行，这只是一个借力的工具。它踩这里，卡子松动后，竹子弹回，藤套收紧。到时候它越挣扎，套得越紧。夫君，你怎么什么都懂？懂一点够活命的。来了，夫君，他真的来了！夫君，跑啊！抓住了！今晚有肉。夫君，你好厉害！哟，野猪肉啊！我是你们大伯，给我卸条猪腿。大伯，这是夫君抓的，我们已经1天没吃饭了。哟，有男人撑腰了，说话都硬了。你别忘了，你从小吃谁家饭长大？我的眼！楚渊，你敢害长辈！黑心的，你们早！离火太近，怪得了谁？夫君，肉好了，您先吃。夫君，肉这么好吃，为什么吐呀？这也太秀了。附近有没有咸味的石头，或者苦咸的水？有，黑岩坡那边有紫枯色的石头，牲口舔了会拉肚子，大家都说那是毒岩盐，不能吃的。带路。夫君，那个真的有毒，村里人都不敢碰。毒不毒，我先看了再说。就是这里，大家都说碰多了手会烂。外壳不要，只取中间这层白岩纹。白的就能吃吗？还不行，要先把脏东西分出去。可是夫君，这东西村里人都说有毒。那是他们不懂物理，咱们先取一点回去。物理？那是什么？
一会儿回去你就知道了。这就行了？还不行，盐进水，泥沙沉底，等它分开。差不多了。真的变成盐了，还是白的。尝一尝。好香，夫君，这肉怎么突然这么好吃了？总算能吃了。夫君会打猎，会做机关，还会把石头变成盐，我这丑样子哪里配得上他？盐成了，肉也能吃了，他怎么反倒更难过了？哟，这不是咱们的丑新娘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丑八怪，楚少爷再落魄，那也是中原来的体面人，怎么可能看得上你这满脸毒疮的怪物？你也就配蹲在这儿，给人当个洗衣裳的烧火丫头。我知道我配不上，你别说了。他脸上的疮只是暂时的，给我1个月，我一定能治好他。我没听错吧？镇上最好的郎中都谁救了？就凭你一个穷酸废婿，我倒要看看1个月后你怎么收场。夫君，谢谢你替我说话，可你不用为了我和他说气话，我这脸治不好。我说的不是气话，你这脸我治得好。真的？等着。猪油是油，草木灰水是碱，油和碱各一块一煮一搅，就会咬到一起，变成另一样东西。这叫造化。油和碱化成的这东西最能去污、抑菌、解毒。你脸上那点酸毒，正好能被它一点点中和洗掉。每天用它洗脸，1个月后半年退。就剩这最后一次了，万一洗完斑还在那儿，那这点好不容易升起来的盼头不就又碎了吗？他这是还不信我？行，那我亲自帮他见证奇迹。这居然是我老婆，毒斑退尽，也太漂亮了吧！果然治不好的，对不对？你别自责，不怪你的，是我这张脸本来就没救。自己看。这是我。你是谁？阿蛮呢？这是阿蛮，他脸上的癞蛤蟆斑呢？不可能，昨天还是个丑八怪，今天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？天爷，真是阿蛮，这脸咋变真好看？阿蛮，你用的啥？快给婶子看看。去，别怕，你现在不丑了。方子是我的，恕不外传。不过，这去毒养颜的皂，我可以卖给你。杜少爷，卖我一块，我家闺女脸上也有黑印。我也要，我先来的。每日温水清洗，别用力搓。父亲，咱们有钱了。第一笔不多，够买米。主任，这皂方子拿来。凭什么？凭我是阿蛮的大伯，你是入赘到我楚家的，赚了钱还想自己揣着。新婚夜抢米，如今又来抢方子，必须早点让阿蛮和他们断干净。大伯，那是夫君的秘方，您不能抢。哟，脸一洗干净，胆子也肥了。阿蛮，你别忘了，这破屋是楚家祖上传下来的，你嫁了人，还想赖在娘家的屋里不走？就是，都成亲了，还住祖宅，不嫌丢人。大伯，这房子是我爹娘留下的呀。你爹娘？哼，你爹娘的东西，那也是我楚家的。今天方子不交，房子就别想住。赶我们走，正合我意。行，房子我们不要了，搬走便是。夫君，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你，连住的地方都保不住。哎呦，这还差不多，算你识相。不过，房子既然不给我们住，那这门亲往后也别认了，立一张断亲书，从今往后，阿蛮和你楚家再没关系。断亲？这祖宅可比他的秘方值钱多了，签！现在就签！村长，
劳烦您做个见证，签了断亲书，日后各走各路，互不攀扯。楚重山，你可想清楚？断亲书一签，往后他们是穷是富都与你无关，无关就无关。就这2个穷鬼还能翻天不成？阿满，你以后可别哭着回来求我们。我跟夫君走，不回来求你们。行，赶紧滚，给我把房子腾出来！记住今天的话，以后别来攀亲。攀你？哼，我等着看你们喝西北风。这下，以后赚的每一文钱，都和他没关系了。不识好歹的东西，往后饿死冻死，可别回来敲我楚家的门！哎呦，可别这么说，人家有肥皂发子呢，说不定明天就发财了。发财就那几块油烩疙瘩，我看他们今晚睡在哪儿都不知道。别理他，我们走。夫君，对不起，跟着我，您连个住的地方都没了。这不是你的错，我们今晚先找个山洞将就一晚。站住！大晚上的，你们2个往山里钻，是嫌命太长？王婶，大伯那一家黑心肝的，我早就看不惯了。断亲就断亲，吓唬谁呢？你们要是不嫌弃，我这儿还有间偏房，便宜租给你们住。不嫌弃，多谢王婶。少来虚的，把车推进来，别堵我门口。趁热喝，天气不好，也不知道多穿件衣裳，真是。趁热喝。他和母亲还真像。王婶，谢谢您，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。报答啥报答？往后住下了，就好好过日子，比啥都强。楚少爷，昨天的肥皂还有没有？我闺女脸上的黑印洗淡了。我先来的，再给我2块。婶子们真没了，今天做的全卖完了，盘子里只剩皂屑了。皂屑也行啊？没了就是没了，你们就是把门槛踩塌，也变不出一块来。王婶儿，那明天有吧？我先把钱放这儿。行行行，想要的报名字，明日有了再来拿。哎呀，金局长，先写我。夫君，全卖完了，他们还说明天也要。够买米，但买不了多少猪柏油。没有猪油，就做不了新的皂了。在村里卖手工皂还是赚钱太慢，得往镇上走一走了。古代贩卖私盐是死罪，必须想别的出路。夫君，那是红伞伞，是有毒的。不是所有野菌都有毒，做好了那就是宝贝。只要端面会泛青，菌盖完整，没有虫蛀腐烂的菌。好的。好香，可它真没毒吗？等炒到水汽散尽就没毒了。哎呦，这味儿咋比肉汤还鲜？鲜骨粉，一点点就能提味。夫君，你太厉害了。什么味儿？滚远点，少在这里碍眼。哼！卖给会做菜的人，比卖给会吃的人更值钱。啥意思啊？镇上酒楼，他们比我们更缺这一口鲜。去，哪来的穷酸汉？拿1罐白粉就说能救我们酒楼？你当我们掌柜是3岁娃娃呀？不如你先闻闻。闻什么闻？你那玩意儿要是好东西，我把这扫帚吃了。吵啥呢？哎，掌柜的，这人说他1罐粉能救咱酒楼，我看就是来骗饭的。哎，你说这东西能救酒楼，咋救？接你后厨，炒一盘白菜。炒一盘白菜？白菜？掌柜，他拿白菜糊弄你？1颗白菜不值钱，索性我就给你一次机会。啥味儿？谁家炖鸡汤啊？白菜能炒出这味儿？这真是白菜？白菜。这也太好吃了！去，这是我的。夫君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行。现在该谈正事了。楚老弟，这调料我买10两银子，配方卖给我。配方不卖。那你要多少？20两、30两，你开价。调料我独家供，聚仙楼用我的仙菇粉，我要3成干果，按月结账。
你一罐粉就想要3成？你现在有几成生意？成，3成就成。你这边要是能把客人拉回来，我老钱认你这个兄弟。夫君，这么多猪油，咱们这下能做很多灶了。有了饭店的3成股，你以后不用太辛苦。楚大哥是好人，我一定要更加努力，才能配得上他。手伸出来。没事的，就是有点红，我再搅一会儿，别耽误卖灶。伸出来。夫君，对不起，我太没用了，连搅个灶都搅不动。傻丫头，手都磨成这样了，还藏？你当自己是铁打的？夫君，您是不是生气了？我气这根棍子，得让木头替你出力。这是齿轮，摇这边，小轮带大轮，缸里的2根桨反着转，人只摇把手，不碰灶叶。夫君，那我以后不用一直搅了吗？不用，你摇2下就够。夫君，他真的自己搅了，这木头成精了。试试。夫君，这下我能做更多灶了。都说了以后不用那么辛苦。猪板油按昨天说的量。楚少爷，今天不卖了。昨天不是说好了，我们钱都带来了。你大伯把镇上的猪油都高价买走了。夫君，咱们的灶怎么办？这个黑心肝的，断人心路还摆长辈架子，我去抽他2扫帚。不急，他断的是猪油，不是油。夫君，做灶不是要油吗？没有猪油，还有什么油？哎呦，楚少爷不是本事大吗？竹子都能替你干活，难不成猪油也能从石头缝里蹦出来？谁说我的灶一定要用猪板油？你少装，没猪油，我看你还能做出什么花来？这个黑心肝的，断人生路还摆长辈架子，我去抽他2扫帚。不急，他断的是猪油，不是油。夫君，做灶不是要油吗？没有猪油，还有什么油？明天你和我进山，山里能长油？你去了就知道了。就是这个苦茶籽，看见了吗？油在里面。夫君，那这些全都是油？全都是，而且没人跟我们抢。大家快来看啊！楚渊猪油买不起了，开始捡毒树籽当宝贝了。人家是中原少爷嘛，咱们南疆人嫌苦嫌毒的东西，到他眼里都成金疙瘩了。要饱满的、没的、重铸的都不要，当天结算工钱。出来了，夫君真的出油了。这油咋还带香味儿？比猪油清亮多了。静置1晚，然后过滤。夫君，这比之前的还好看。这批不卖村里，卖给城里贵妇，价钱翻倍。3倍会不会太狠了？茶油皂更细，也更稀好，它值那个价。这琥珀皂给我来10块，我要20块。我的油，我的钱啊，全透了！姓楚的，你借的钱该还了，别追了，我这就还，我这就还啊！你们说，楚渊和阿蛮成亲这么久了，还住在王婶那破偏房，夜夜没动静。我看啊，那楚渊废柴8成不行。阿蛮就算变漂亮了，骨子里还是个烧火丫头，人家才看不上她。放你娘的屁！王婶儿，你疯了！我疯！你站在井边搅2个小辈的房里事儿，你不嫌臊得慌？你一个外人，关你啥事儿？他们租的我家房子，就关我的事儿。你们谁敢再乱说一句，我下一盆就不是洗脚水，是泔水。嘴欠就该洗洗。他怎么了？还能怎么了？白天他大伯母嚼舌根，说你们成亲这么久没动静，说阿蛮留不住你。那丫头听见了，回来一句没吭，饭都少吃半碗。夫君，您回来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睡我屋里，外面谁在编排你，让他们来问我。你是真的要和我好好过日子？是真的。
我以为你迟早会走，我每天都怕醒来就只剩我一个人了。我不走。别急，别急！今日鲜汤白菜还剩最后3桌，后面的明日再来。楚老弟，你那仙骨粉真把我这破酒楼救活了，3成太少了，以后利润咱们5-5分账。你想清楚，5成不是小数。我钱满仓是爱钱，但不是不识好歹的人。没有你这仙骨粉，我这酒楼早关门了。行，5-5分，主动给我加成，是个能深交、能一起做大事的兄弟。钱大哥，光卖菜赚的是小钱，把酒楼加盖一层，隔成单独的包间，咱们开个麻将馆。麻将那是个啥玩意儿？能比这酒楼还赚钱？你这计划看不完会计，我会讲究祖云方养花的陪奏，这主人做事有起了定的金额。嗨，我虽听不太懂，可你是京城大户出来的少爷，见多识广，你说能成，那就一定能成。我这就出钱，把2楼独立包间盖起来。我没看错吧？堂堂京城少爷，如今沦落到捡臭骨头啃了，这是穷疯了吧？我倒想问问你，你欠人家那一屁股债还清了没有啊？夫君，这臭骨头和竹子能做成什么呀？做一样能下金蛋的东西，看好了。这味儿冲得很，要不是渊儿说有用，我早把这锅骨头扔狗窝了。差不多了。白面刻字，如被防裂。出来了。楚老弟，完了！你这牌是好看，可没人会玩啊！别说客人，我看着都晕。这统条腕谁分得清？不会，可以教，但第一批客人不能随便找。那找谁？找全镇最爱玩，也最有身份的人。县太爷家的公子李文轩，这回最爱凑热闹。就是他了。李公子，雇你玩个新鲜游戏，每天接你2两银子工钱。你给我钱，就为了让我玩？对，有意思。我爹天天骂我不务正业，你倒好，花钱请我不务正业。你爱玩，也爱热闹，这钱给的值。行，本公子倒要看看什么游戏值2两银子一天。3张成一组，同样的能碰，顺着能吃，手里凑成牌型就胡。行，反正你给钱，本公子陪你玩。这张能碰。碰。等等，我这是不是胡了？胡了。爽！这比斗鸡有意思多了。再来一局。碰。这位爷，2楼 VIP 包厢入场费每人1两银子，茶水点心另算。1两银子？你们聚贤楼也太黑了吧！爷，您消气，我们这2楼是雅系包厢。少来！老子走南闯北，什么雅戏没见过？1两银子买个门槛，你当我冤大头？服了！刚才那声音是县太爷家的公子，正是李公子。今日他在楼上3缺1，不过包厢名额有限，爷若不上，后头还有人等。 5个人，给我开最靠近李公子的包厢。我也要上，给我留一桌。我出双倍，给我安排能看见李公子的房。哎呀，楚老弟，快看，单茶水费就超过楼下的营业额了。对他们来说，茶水贵不贵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个屋里坐着谁。这2楼哪是包间啊，这是会下银子的聚宝盆。不过记住，我不方便露面。 对外你是掌柜的，懂。楚老弟，你只管收钱，明面上我来挡。这胡人卖的什么破石头豆，连狗都不行味儿。陆华生，这个时代竟然还没人认得。这些
我全要。楚渊，你穷疯了吧？居然买这种破烂吃！卖，公子识货，全部给你。夫君，这真能吃？这不是粮，是种子。楚渊，你要买哪块地？河滩边那3、4亩红沙黄地，那地方全是沙，插根村都活不小。他买那儿干啥？京城来的少爷，怕是不知道地也分好坏。村长，你可得卖给他，人家有钱，喜欢买沙子、种石头豆，咱们不能拦着人家犯傻。楚渊，那地真不存水，粮食种不活，你可想好了？想好了，我要的就是沙地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拿沙子和石头豆能种出个什么东西。夫君，他是不是坏了？大家快看啊！楚渊种的妖草花不结果，居然全钻进地里寻死了，绝对颗粒无收。我就说那红沙地种不出粮。别钻了，你要结果就在上面结，怎么往土里去呢？别动它，它没坏。可是它都钻土里了。沙地松，它钻得进去；粘土硬，反而坏事。行，你就嘴硬吧，到时候要是什么都没有，你可别哭。大家都来看看哟，这废墟种的妖草果然是颗粒无收。有没有收成，拔出来就知道了。我的老天爷，这地里头藏了这么多果子，一株就这么一大串，这几亩地得收多少啊？夫君，结了，真的结果了。哎呦我的牙！呸！又硬又涩，难吃死了！这破果子根本不能吃。难吃？那是你不会吃。夫君，这东西生吃又涩，真的卖得掉吗？看好了，今天教你2样，保管别人抢着买。第一步，最关键捏口，壳不捏开，味儿就进不去。冷水下锅，加八角、桂皮、雪盐，大火烧开，转小火慢飞，最后关火焖着泡，卤汁顺着那道缝，慢慢钻进每一粒果仁里。哎，这味儿闻着就馋人。夫君，你怎么炒起沙子来了？这叫介质传热，带壳花生直接下锅炒，容易外边焦了，里头还生。可粗盐和沙子受热匀，能裹住花生，慢慢把它焙熟，逼出水汽。哦，这玩意儿嘎嘣脆，越嚼越香啊！越香，好吃。小二，再来10盘。看来要限量供应。夫君，我们要不要扩大种植规模？不用，一个小镇这些就够了，毕竟物以稀为贵。衣裳掉色了。没关系，回镇上我给你重新买一身不要，好的。好布太贵了，我穿旧衣也行的。夫君，它变蓝了。村长，村西那片涝地，我要买下了。那块烂泥塘寸粮不生啊！你买它做什么？那地方又臭又脏，下脚都嫌埋汰，他居然花钱买。京城少爷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吧？我等着看他怎么把银子打水漂。就它了。罢了，你愿意买，我便卖给你。不对，这废墟3天2头买地，他哪来这么多钱？当年南疆王把他连人带物配进我楚家，他正义志向，不都该是我楚家的吗？我得把当年那纸旧契翻出来，等他把钱赚足了，我再一锅端。夫君，咱们直接来割不行吗？为什么还要花银子把这块臭水地买下来？生意要长久，原料就不能攥在别人手里。夫君，
它闻起来太臭了。等夜里的蓝泡出来就好了。变色了！夫君，怎么不是蓝的？等见风才变蓝。天爷，这蓝也太正了！第一遍成了，再染3遍就可以出售了。天爷，我开了20年绸缎庄，从没见过这么正、这么透的颜色。这布你有多少？我全收了。楚老弟，你这是让绸缎庄吊胃口，真货留给咱2楼老客。物以稀为贵，当然先紧着自己生意。妙！他们要是知道这蓝布先从2楼放名额，谁还坐得住？掌柜的，绸缎庄刚挂出那2尺蓝布，已经有3个太太问价了，还有一个说愿意先交定钱。这才挂出去多久？够了，今晚2楼放话，第一批只10个名额。啊，这蓝比我府里那几匹贡布都漂亮，还不掉色？这布有多少？我要1匹。夫人，这第一批只放10个名额，先定先得，下一批什么时候出还不好说。那我要2匹。也给本宫爷寄1匹。楚老弟，这才叫卖布啊！布还没进店，银子先来了。阿蛮、王婶，你们1人1身。这也太漂亮了。渊儿，这么金贵的料子，给我这个老婆婆穿浪费了。王婶，我们最难的时候是您收留了我们，这身袄子是我和阿蛮的一点心意。对，您就收下吧。你们小两口待我这么好，我别的本事没有，做点心的手艺还是有的。来，尝尝。王婶，这糕点火候手法都是顶好的，味道真不错。渊儿，你别哄我开心了。我知道你是京城大户人家出来的少爷，什么山珍海味、精致糕点没吃过，我这点心连镇上糕点铺的都比不上。王婶，您听我的，您的手艺一点都不输人。等我给您换了糖，您这糕点定能做到供不应求。真的，我这糕点真能让人抢着买。楚少爷下次又这活，记得还找我们。夫君，收这么多甘蔗是要做糖吗？王婶的糕差一口好糖。为我那点破糕点折腾这么大阵仗，你们2个真是不会过日子。不是折腾，糖能做糕，也能卖，一锅糖能撑起一门生意。阿蛮，来搭把手。第一步，榨汁，把甘蔗喂进轮间，这2根轮一压，甘蔗里的甜水就全挤出来。第二步，静汁，这汁水浑，里头有杂质胶质，加点石灰乳，再一加热，脏东西就会结成块浮上来。第3步，过滤，真的变轻了。这第4步，熬糖，最要耐心，小火慢熬，守着撇沫，控火，熬到这糖浆能起丝，就差不多了。第5步，结晶，成了。王婶，您试试用这个做糕点。王婶，你这糕点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吃了？渊儿，街坊们爱吃是爱吃，可这点心真能入得了那些达官贵人的眼吗？王婶，您就放心吧，您这糕点不光入得了他们的眼，还会让他们抢着要。楚老弟，这糕一看就不一样。2楼那帮贵客最近喝茶打牌，正缺个配茶的点心，只供2楼，每天限量，楼下不卖。稀罕，又是稀罕。楚老弟，你这是把他们胃口吊得明明白白呀！这糕还有没有？再来2盘。这甜味干净。钱老板，给我包1盒带走。爷，这糕外带。掌柜的，双糖糕卖空了。李公子说明天还要。你来干啥？王婶儿，我就是听说你那糕点做的不错，过来尝2块。要吃，跟那些贵人一样，掏银子排队去。
我好歹是阿满长辈，吃你2块糕怎么了？乱青天了，哪来的长辈？想白吃，门都没有！大家都看清楚，这是当年南疆王府的旧器，楚渊是配进我楚家的，他这些日子挣下的肥皂、花生、糖腐，全都是我楚家的产业。放你娘的屁！抢孤女，抢赘婿，抢到我家门口来了！王婶，别急，急也没用。楚渊，你今天要么乖乖交作坊，要么咱们就见官。好，见官。堂下何事？大人，楚渊本是南疆王府配给我楚家的赘婿，他这个人连同他挣下的一切都该归我楚家所有。他如今发了财，却忘恩负义，半分不肯孝敬长辈。大人，这是当年王府正式入赘文书，请大人细看。楚渊入赘的是阿曼父母留下的这一房。楚渊入赘阿蛮一房，日后人身、财产、家业皆随阿蛮一房立户。不可能，那是楚家，阿曼也是楚家人。你怕是忘记和阿蛮签的断亲书了吧？断亲书？那不算数，那是你诓我签的。肃静，铁证如山，岂容你抵赖？大人，草民还要当堂控告楚重山一桩旧罪。当年正是楚重山趁阿蛮的父母双双心丧，孤女无离，强占了本该由阿蛮继承的父母家产，人证、物证俱在此。我没有，血口喷人，证据确凿。楚重山，你需将当年侵占阿蛮父母的全部家产如数退还。如数退还？我一分没拿到，还要倒赔？活该！偷鸡不成，还把鸡窝赔了。我爹娘的东西真的能拿回来了？本来就是你的。以前还以为楚渊就折腾点肥皂、花生、糖糕，没想到真做成大生意了。那账以后你管，香皂、花生、糖粉，每一笔进出都从你手里过。夫君，我怕算错，错了改就行。这个家你是女主人，我一定好好学。糕房归您掌，双糖糕、茶点、配方、火候，您说了算。都看我干啥？以后谁也不许偷懒。绸缎柱老板娘咋来了？她来买糖。楚少爷，上一批靛蓝布10个名额全订完了，镇上几个夫人还在催，下一批能不能多给几匹？那匹贵得吓人的蓝布也是楚渊做的，阿蛮这是娶到宝了。下一批可以加3匹，多了没有？懂，慢工出细活。楚老弟，什么时候宣布你九楼东家的身份？还不到时候。成，听你的。楚渊公子，王府有请，郡主要见你。在下楚渊，不知郡主召草行氏进府，所谓何事？倒是我从前小瞧了你，香皂、花生、靛蓝、白糖，你把别人眼里的废地烂草一桩桩点成了金。果然这场鸿门宴图的是我这点石成金的本事。南疆地贫多灾，物产难销，本郡要你把那染房连同你那套让废地生金的法子用来经营整个南疆，事成必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让南疆富起来，草民可以，但草民要的是合作。合作？王府出地，路以互商文书，楚季出工役、管事、账房和第一批属工，百姓做工拿工钱，王府按约抽成收税，楚季保经营权，3方都有利，谁也不吃亏。好，就按你说的，先是3处荒地做成，再谈南疆全境。说起来，还要谢郡主当年不娶之恩。谢我？若不是郡主不要我，我遇不到他。你的镯子从哪儿来的？是我娘留给我的，我从小就戴着。郡主见过它吗？是吗？本郡主随口一问。难道阿蛮有什么秘密？夫君，那位郡主看我的眼神好奇怪，尤其是看到我这镯子的时候。别多想，他不是说了，就是随口一问。可算回来了，王府没为难你们吧？没为难，郡主要和夫君合作，给了夫君3块地试试。这3处荒地，我白天听村长提过，一柱瘴气重，一柱石头多，一柱年年积水，都不是好啃的骨头。夫君，
会不会比咱们自己做作坊难很多？会难，但不代表不能做。哼，你说的轻巧，王府那3处可是牵着一大片人命和银钱，一步走错，多少人等着看你笑话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想闯闯。夫君，其实现在已经很好了，要是太危险，咱们不闯也行。阿满，我从很远的地方来，远到我自己都回不去了。既然老天让我带着一身本事来了这里，我岂能只守着一方小院，看着南疆这么多荒地继续荒着，看着这么多人继续苦着？也罢，你要闯，我就给你守好这个家。夫君去哪儿，我就跟到哪儿。好，有王婶，有阿蛮，我这心里就踏实。来吃饭，天大的事儿也得先吃饱了饭。